5月第一个工作日，很多人还在假期综合征里慢慢回神，周深那边已经悄悄把一份春日礼物递到了大家面前。和光同春花海大片一发布，首页瞬间被温柔的风吹满了。说实话，这种卡着节后第一天发物料的做法，其实挺懂现代人心理的。大家正需要一点轻盈的东西，把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开。你看那组高清大图里，周深站在漫山遍野的花海中央，衣袂被风轻轻托起，眼神清亮的像刚洗过的晴空。没有刻意摆拍的僵硬，也没有过度包装的华丽，就是一种我就站在这里，春天自然朝我走来的从容。每次看到他这种不着痕迹的呈现方式，我都会忍不住想，真正的好作品，从来不是靠声量砸出来的，而是靠那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底气。这组大片与其说是宣传物料，不如说是一封写给5月的情书，提醒我们，无论生活多忙，都该留一扇窗给光，给春天，也给自己的呼吸。细看这组和光同春的视觉设计，其实能读出不少巧思。花海不是那种工业感十足的影棚布景，而是带着野性与生机的自然群落，色彩层次从浅粉到深紫，再到点缀其间的嫩绿，像一幅慢慢晕染开的水彩。周深的造型也很有意思，浅色系的中长款外套搭配制的柔软的衬衫，既保留了舞台上的精致感，又多了几分生活化的松弛。摄影师很聪明的用了低角度和逆光，让花瓣的轮廓在光晕里微微发亮，人物的剪影也仿佛被春天轻轻包裹。说真的，现在娱乐圈的视觉包装越来越卷，但卷到最后反而容易失去人味儿。而这组大片最打动我的，恰恰是他没有把周深当成一个需要被完美呈现的符号，而是让他回归成一个能与自然对话的普通人。你看他低头清秀花香的侧脸，还有抬眼望向镜头时那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，都在无声地传递一种态度，美不是被制造出来的，而是被感知的。这种克制又饱满的审美取向，放在当下的流行文化里，其实挺难得的。提到和光同春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歌名听着就很有诗意。确实，和光出自《道德经》的和其光，同其尘，讲的是不露锋芒，与万物共荣的智慧，而同春则把这种哲学落回了最鲜活的生命体验里。周深的嗓音向来擅长处理这种空灵又带点人间烟火气的作品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虽然目前是以视觉大片先行释出，但光从画面节奏和氛围营造上，已经能脑补出旋律的走向，大概会是那种以木吉他或钢琴铺底，慢慢加入弦乐与和声，最后在副歌处用他标志性的头声轻轻托起情绪的作品。我总觉得周深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他能唱多高的音，而是他懂得在什么时候收。和光同春从名字到视觉，都在强调一种不争不抢却自有光芒的质感，这和他一路走来的音乐表达是一脉相承的。有时候听他唱歌，就像看一场没有剧本的春雨，不急不躁，却能把干涸的土壤一点点润透。这种对留白的把控，才是真正的高级感，也是当下快餐式内容里最稀缺的耐心。回过头看周深这几年的轨迹，其实能清晰看到一条从被看见到被记住，再到被信任的线索。早年他靠大鱼一战成名，后来在各类舞台和综艺里展现出的反应力、语感和对音乐的敬畏，让大众逐渐意识到，他不只是个声音好听的歌手，而是一个对艺术有完整审美体系的创作者。这次和光同春花海的呈现，更像是他现阶段状态的一个缩影，不再需要靠夸张的视觉或话题去抓眼球，而是用更内敛、更笃定的方式，把想表达的东西慢慢铺陈开来。说实话，娱乐圈的节奏太快了，很多人红过一阵就急着找下一个爆点，但周深似乎始终按自己的步调走。他接作品挑得很细，舞台设计参与度高，甚至连发物料的时间点都带着一种恰逢其时的默契。这种不急不躁的定力，在当下其实挺反潮流的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作品才总能经得起时间反复咀嚼。我常觉得，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多耀眼，而是学会在喧嚣里守住自己的频率。周深这几年恰恰是在做这件事，而且做得越来越沉稳。当然，每次周深有新动静，卡布勒下划线周深这个超话总会第一时间热闹起来。粉丝们不仅是在追星，更像是在参与一场共同的情绪共建。这次大片发布后，超话里刷屏的不仅是精修图，还有很多人分享的看片后的心情小作文。有人截图了花瓣落在肩头的瞬间，说想起了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樱花树。有人把9宫格拼成手机壁纸，配文5月第一天被光吻过。说真的，这种基于作品的共鸣，比单纯的数据打卡要珍贵得多。周深和粉丝之间的关系，早就超越了传统的偶像追随者模式，更像是一群被同一种审美和价值观吸引的人，在各自的轨道上彼此照亮。
他从不刻意迎合流量逻辑，而是用真诚的作品和稳定的情绪价值，慢慢沉淀出一种细水长流的陪伴感。有时候想想，追星这件事最动人的部分，或许不是离得多近，而是你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想成为的样子。而这组和光同春的花海，恰恰成了很多人心里的那面镜子，照见的不仅是偶像的光，还有自己未曾察觉的柔软，用美好开启新旅程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句普通的宣传语，但放在5月这个节点，其实藏着不少生活哲学。5月，春天正从枝头向盛夏过渡，万物都在序里，却还没到最喧闹的时候。这时候发一组以和光同春为主题的视觉，与其说是在预告什么，不如说是在传递一种节奏感，不必急着赶路，先学会感受，不必强求结果，先珍惜过程。周深站在花海里的姿态，没有那种我要征服什么的侵略性，反而是一种我愿意与此刻共处的接纳。这种态度放在我们日常的职场生活里，其实特别实用。我们总被教导要高效，要目标明确，要不断突破，但很少人提醒我们，偶尔停下来看看风怎么吹，花怎么开，也是一种前进的方式。我觉得真正的新旅程不是换一条赛道狂奔，而是带着更轻盈的心态，重新认识自己脚下的路。这组大片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多共鸣，大概就是因为它悄悄戳中了现代人心里那个想喘口气的角落，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放慢脚步的理由。说到底，和光同春花海大片的发布，不只是一次常规的物料更新，更像是一场温柔的提醒。提醒我们，在算法推送和碎片信息填满日常的今天，依然有人愿意花时间做一件慢的事，依然有人相信美不需要大声宣告，只需要安静存在。周深用他的方式，把春天的光、风的形状、花开的节奏都缝进了这段旅程的起点。而我每次看这类作品，总会不自觉地放慢呼吸，试着把注意力从接下来要做什么拉回此刻正在经历什么。或许这就是好作品的力量，它不替你解决问题，但它帮你找回感受生活的能力。5月才刚刚开始，花还会继续开，风也会继续吹。愿我们都能像这组大片里传递的那样，带着对光的信任，对春的期待，一步一步走得从容，也走得坚定。下一次相遇，说不定就在下一个转角的光影里，而在那之前，不妨先学会和光同尘，与春同行。